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搭乘专机抵达韩国，于今天上午出席在首尔举行的第3届民主峰会。这也是布林肯继去年11月后，时隔4个月再次访韩。分析人士指，这一由美国主导的民主峰会，实则是打着民主的旗号搞小圈子。随后，布林肯还将访问菲律宾。外界评论，在亚太搅局的意图太明显。 조태열 외교부 장관과 오참을 겸한 양자 회담을 진행합니다. 외교부는 두 사람이 자유, 인권, 법치 등 가치를 공유하는 양국 간 민주주의 협력과 또 한미 동맹 강화 방안, 한반도 지역과 글로벌 정세 등 공통된 관심사에 대해서 논의할 것이라고 밝혔습니다. 据韩国媒体报道，布林肯今天上午出席第3届民主峰会部长级会议，并与韩国外交部长官赵对烈举行午餐会。预计布林肯还将拜会总统尹锡悦，并会见出席民主峰会的其他国家高层人士。据悉，布林肯在结束所有行程后，还将转赴下一站菲律宾。此前，美国国务院在发布民主峰会相关信息时称，美方认为韩国主办这次峰会是积极的一步。 我们非常自豪地将第3届峰会的领导权交给韩国。然而，韩国一些媒体认为，韩国举办民主峰会是充当美国的马前卒。韩国京乡新闻17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带有阵营对抗逻辑的所谓民主峰会，在全球范围内并无多少支持者，韩国却带头宣扬美国新冷战价值观。 韩民族和平研究所所长郑旭时15号在专栏文章中写道：“所谓民主峰会，在设立之初就被拜登政府深深打上将世界秩序一分为二、互为对立的烙印。韩国政府直接套用拜登政府对国际格局的看法，并没有考虑这会对国家利益产生何种影响。” 事实上，美国举办前2次所谓民主峰会时，就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据了解，美国分别于2021年12月以视频方式，2023年3月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2次召开所谓的民主峰会。尽管美国竭力推动，但此前2次峰会并未取得实际成果。第1届峰会在线上举行，事实上沦为一场幻灯片在线演示大会。 第2届峰会虽然口口声声聚焦乌克兰危机等议题，但美国却拿不出实质性解决方案，只能以大喊空泛口号收场。美国国内一些媒体也注意到，这一峰会名曰民主，却空走形式化。早在2021年第1届民主峰会举办前夕，《纽约时报》便刊文“美国失去民主的一天”讽刺，并指出，无论是年初的国会山骚乱，还是其他的一系列事件。 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全球的学者、外交家和活动家都会担心这个国家可能会分裂。有观察指，所谓民主峰会本身就不民主，其实质是按照美国标准给各国划线分类，反映的是美国一贯的双标和傲慢。美国企图利用民主峰会再做文章，挑动世界分裂对抗，如此行径有害且危险。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自身民主面临种种问题，根本无权对他国的民主状况说3道4。这样的峰会对各国的民主发展毫无意义。前2届民主峰会尴尬收场，美国再次打着民主旗号操办峰会，国际社会已看清美国将所谓美式民主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本质，以及假民主之名挑动分裂对抗、维护自身霸权的企图。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杰弗里·萨克斯指出，美国试图将世界划分为好人和坏人的做法非常虚伪。在当前最需要和平与合作的时候，这种做法只能在世界上产生破坏性影响。来关注美国大选。据多家外媒16号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的一场活动中声称，如果他没有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美国将发生屠杀。 对此，拜登竞选团队批评特朗普这是在进行政治暴力威胁。Now, if I don't get elected, it's going to be a bloodbath for the
That's going to be the least of it. It's going to be a bloodbath for the country. That'll be the least of it. 特朗普当天来到俄亥俄州，为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伯尼·莫雷诺助选。汽车制造业是俄亥俄州的支柱产业。特朗普在演讲中提到，中企计划将在墨西哥制造的汽车销往美国市场。如果他没有被选为美国总统，这个国家将面临一场屠杀。而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如果他当选，将对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让中方无法在美国销售这些汽车。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利维特补充称，拜登的政策将给汽车行业和汽车工人带来一场经济屠杀。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后，拜登竞选团队发言人詹姆斯·辛格发表声明称，这就是当年被700多万张选票差距击败的失败者特朗普。他没有吸引更广泛的主流受众，而是加倍威胁要使用政治暴力。辛格还再次提到2021年1月6号那一天，特朗普支持者在美国国会大厦制造了暴乱。辛格称，美国人民会在11月的选举中让特朗普再次落败，因为人们继续反对他的极端主义，他对暴力的热衷以及他对报复的渴望。That have either the direct or implicit tone of violence, right? January 6th, come down, it's going to be wild. Go up to Capitol and fight like hell. I mean, he says these things over and over again, and he's actually used explicit violent language, tone of violence to it as well. The only way to take power would then be to use violence if there are no elections. Let's play the sound. Let's play the sound. Yeah, I was just going to say, I want to play that sound from the speech on Saturday in Dayton. We could. 除了屠杀论引起舆论哗然，特朗普还在演讲中再次公然进行种族歧视，称移民有时候不是人。Years, if you call them people, I don't know if you call them people. In some cases, they're not people, in my opinion. But I'm not allowed to say that because the radical left says that's a terrible thing to say. 特朗普还说，在他上台后，第一个行动将是阻止移民入侵。华盛顿邮报提及，移民问题正在成为今年总统竞选中的一个爆炸性问题。上个月，特朗普和拜登曾在德克萨斯州边境城镇就最近非法移民激增的问题相互指责对方。特朗普批评拜登政府对移民问题应对不力，拜登则指责特朗普扼杀了一项旨在增加巡逻人员和拘捕能力的法案。特朗普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议性言论层出不穷。2016年竞选期间，特朗普将墨西哥移民称作强奸犯。去年10月，他指责移民毒害了国家的血液。这番言论被反对者质疑是认同希特勒的血液污染概念。特朗普还曾承诺，若当选，他将发起一项前所未有的军事驱逐行动。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3月16号晚，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晚宴活动，谈及11月美国大选时，现年81岁的拜登转守为攻，嘲笑现年77岁的特朗普年龄太大。拜登称，在2名已锁定党内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中，有一个太老了，精神上也难以适应总统这份工作，而另一个就是我。拜登还将记忆模糊、精神不济的标签甩给特朗普，说：“别告诉特朗普，他以为自己是在和奥巴马竞选总统，他就是这么说的。”不过，拜登很快严肃起来，强调特朗普不应重返白宫，否则将对民主构成真正的威胁。上周，在3月12号赢得华盛顿州党内初选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已获得超过1200张代表票，顺利锁定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将在今年7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正式提名。稍早前，在赢下佐治亚州民主党初选后，现任总统拜登也获得接近2000张代表票，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将于今年8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获得提名。81岁的现任总统拜登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而77岁的前任总统特朗普则面临91项重罪指控。这场大选对决看点颇多。美媒报道称，这是自1956年以来美国总统选举首次出现候选人重赛的情况，更是132年来美国前任总统首次再度对决4年前击败他的对手。